亲西方的势力挨了一记闷棍之后，中国又对哈萨克斯坦表示了支持。但是哈萨克斯坦会不会对中国进一步的敞开大门？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哈萨克斯坦这出大戏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基本上是落幕了。经过一番大扫除，基本上完成了政权的彻底更替。扎卡耶夫韬光养晦这么多年，然后一出手就把纳扎尔巴耶夫在政府和军方培养的势力清扫的差不多了，拿下了马西莫夫，抓了前总理，连身边的卫队负责人这颗钉子都拔掉了。可见以前的工作准备啊，那得有多深入啊！那么这两天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醒过味儿来，发现这是扎卡耶夫玩了一把康熙擒鳌拜，顺手还幽禁了太上皇。而且事先把行动隐蔽的特别好，所以很多相关势力没有搞清楚事情背景的时候盲目行动，结果绕了进去，被当成鱼钓出了水面，导致很多人感觉啊，这回受西方影响那些 NGO 组织损失最大，而扎卡耶夫倒向俄罗斯之后，俄罗斯是最大赢家。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哈萨克的影响力肯定是要下降了，那么中国会不会通过这件事情在哈萨克在中亚地区获得一个更稳固的发展环境呢？感觉网络上很多网友对此期待很高，觉得经过这次折腾之后，哈萨克斯坦可能成为我们抗衡美国的战友。这恐怕呢就要看一看俄罗斯还有哈萨克斯坦对这件事儿是什么态度了。最近呢几个消息可能说明了未来哈萨克斯坦的发展跟我们的期望值是存在一定差距了。首先呢，前几天中国政府表达了对哈萨克斯坦的支持，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斯坦的稳定，威胁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平静生活，坚决反对外部势力蓄意在哈萨克斯坦制造动荡，策动颜色革命。然而哈萨克斯坦大使在俄罗斯却表示，这次骚乱中没有见到明显的外部干涉迹象，并且强调在国家层面上对哈萨克斯坦当前国内进程的干涉是没有的。到了1月10日，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外长通电话的时候，中国外长再次强调了预防和反对任何颜色革命图谋，共同反对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渗透。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临时外长又再一次回避了颜色革命这个话题，只是按照上合组织成员身份回应了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另外呢，这位副总统还刚刚和美国进行了沟通，向美方解释了当前哈萨克斯坦的国内情况，表示继续欢迎美国企业，也是给了美方一个态度，让美国不要过度担心。我们都认为已经明确倒向俄罗斯的哈萨克斯坦，这次却公开表示不认为有国家层面的外部势力干预，这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美国曾经指责俄罗斯策划了哈萨克斯坦这个事情，否则怎么骚乱刚发生你就出兵这么快了？那么哈萨克斯坦大使在莫斯科借这番话回应美国，说俄罗斯不是干涉哈萨克斯坦的外部势力。这话呢，既是说给美国听，也是说给俄罗斯听，特别是后者肯定爱听。而他们不接中国政府关于外部势力和颜色革命的话题，恐怕也是表示哈萨克斯坦这个问题上不打算跟中国采取一个特别一致的立场，大家做生意归做生意，中国跟其他国家的事情哈萨克斯坦不想参与。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哈萨克斯坦未来虽然还会继续维持一个战略平衡，但是呢会比以前更加倾向于俄罗斯，而俄罗斯呢要在自己这个后院掌握一个绝对的主导权。在这个影响下，哈萨克斯坦要维持跟各方的平衡，那么可能跟各方都要保持和和气气，同时和我们也要持一个保持足够距离的态度。好，哈萨克斯坦这个俄罗斯后院以后会不会跟中国更加亲近？今天呢我们就预测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